装修开始前，你需要找的第一个人竟然是他。大家好，我是吴烨。那么装修开始前，你需要找的第一个人，并不一定是设计师，而是你所在小区的工程部经理。为什么这个人很重要呢？如果是设计师的话，他大概率对你房子的一些隐秘工程没有那么了解，而你所在小区的工程部经理，他需要对每家每户的装修去做协调工作。那么过程中，你的邻居家里装修出现的一些问题，那工程部经理都会去参与进去做协调工作，所以他可能会比设计师更加了解你的房子。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去看看我们要和他聊些什么。这个应该是这个防盗检测的这个端口是吧？对，它现在是感觉家里面用不到这个。那就其实它是跟这个物业系统相连的。没有，它跟家里面跟那个监控室都没有相连，它是单独的一个。单独的一个，你后期可以自己加装那个摄像头是比较好一点。它就是没有很过时了，因为这是19年的一个设备。那就我把它避掉就行。对，避掉就行。OK。然后就是烟道，刚才讲过了吧？烟道就是不要去破坏。烟道不要破坏它。破坏它的话就是可能会回烟。要注意一下负一层的防水。一个防水。因为存在一个夏天，可能一个回潮。回潮这个防水一定要做好，然后。还有这个提升泵，因为有一些积水，它的这个积水坑里面一定要把它正常排掉。提升泵的话，那像很多业主他把这个采光井把它封闭起来的话，提升泵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用了吧？依然可以用啊，你只要把那个管子给它埋在墙里面，你要保留那个管子，保留那个泵，这样的话它只要里面有积水，它自动就启动了。那如果采光井封起来的话，它从其他地方有什么地方还会有积水进去呢？地下水。地下水也有可能。因为这个地方靠这个山边了，它可能地下水比较丰富一点，所以要注意一下这个地方。那提升泵它底下的这个坑口，它是跟地下还是相通的，是吗？还是底下会有渗的这可能性，是吗？有渗的可能性，但最主要就是保证有一个最低点。你如果有渗水的话，它可以朝最低点流，然后用排水泵把它排掉了，就不存在说它回潮或者说渗水导致你家里面的家具啊。这些东西没变，或者说变形这些以防万一。对，以防万一。但不是说每个都是这样，但是有备无患。明白。靠南边这个下水，就是顶上的这个是楼上做洗衣房用的嘛？这个。对，好多都是洗衣机放在这个位置。这边的是吧？这边。对，你这个在这个方向的，放在这个方向。那就是这个管道，我把它正常保留包起来就行了，是吧？好，这就是你小区里的工程部经理。那么他大概率会在你装修的第一天来到现场，所以抓住这个机会，把你心中的一些对房子不清楚的地方向他问清楚啊，这个也很重要。那么我也罗列了一些我自己有疑问的一些地方，可以作为参考。那么第一个，我建议你向工程部经理问清楚你房子的总的这个入户的水电，包括光纤是从什么位置进来的。那么这是你水电改造的第一步。另外，哪些墙体里边可能会存在一些管线打孔和拆除的时候需要去注意也可以和他去确认一下。那么第三点，可以问问他是否了解你的楼上楼下的邻居的排烟管有没有做过改动。比如我们这个户型，那么其中一个卫生间的排烟管通到楼上的部分，那么楼上的邻居其实它并不是卫生间。所以说它的装修的时候有没有对排烟管道做过改动，最好提前去确认一下。那么第四个，问问他就是楼上楼下邻居的厨房下水有没有堵过。因为有的时候开发商交付的这个房子的下水系统并不一定很完善很合理。那么如果你的楼上楼下的邻居厨房的下水有堵过，那么你在装修设计的时候就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的这个装修方案当中计划拆除改动的地方，需要和他去确认一下有没有问题，涉不涉及到承重结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递交上去的这个装修设计方案，在以平面图形式去呈报的时候，并不一定能够解释得非常清楚。
所以在现场面对面的去确认一下啊，会更好一点。说到拆除，有的时候我们装修的时候需要拆除一些门窗。下期的视频内容我们将会去介绍一下装修时拆除门窗的一些注意事项。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一定要给我点赞，我们下期再见。